Hello guys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I'm Ning Jenny. 今天我来教大家说一些中国非常实用的每天可以用到的俚语。一帆风顺，意思就是一切都非常顺利，没有任何的阻碍。你可以说明天考试，祝你一帆风顺。我知道你明天要高考了，祝你一帆风顺。Number 2， 吃瓜群众。吃瓜群众其实就是像一个围观者的意思，就是像一切跟他们没有关系。瓜就是西瓜，所以就是一边吃西瓜一边在看戏，所以叫吃瓜群众。比如说新闻里面出现一个很有爆点的事件，非常的夸张，但是呢，吃瓜群众就是这样，一边吃瓜一边看着，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。Number 3， 996。996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工作制度的时间，比如说早上9点到晚上9点，然后一周工作6天，所以叫996。996我们经常会用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甚至是在我们的工作场合，我们都会说我有点厌倦了996的工作，我想要做一个自由职业者，或者是经常会听到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喜欢996的工作。下一个就是加油，加油，这个非常常用，在你的一些体育比赛当中，或者说你去追一个女生，你都可以说加油，祝你成功。或者说你正在竞争一个职位，你想要升到总经理，然后呢，你的同事就告诉你加油，你一定可以的，加油，你一定要争取到这个职位。或者说你去看足球赛或者是 F1 赛车的时候，那些观众都会说加油加油 fighting fighting means go for it。 下一个就是吃土，吃就是 eat， 吃土的意思其实就是很穷，生活很拮据，没有什么钱了，所以说哎呀我要吃土了，我再这样下去没有工作的话我就要吃土了。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叫吃西北风或者喝西北风，其实就是说你赚不到钱了，你口袋里空空的，所以我快要吃西北风了，我快要吃土了，我必须要找到工作呀。 Next one is 放羊。放羊在词义上就是 tending sheep， 就是指那些不上进、很懒，然后很浪费时间的人，就叫放羊。比如说你在一些农场、在山上，他们就会去放羊，让羊群出去跑一跑，叫放羊。在生活当中我们用它就是指那些浪费时间、不求上进的人，因为他们 like doing nothing。下面一个非常实用，虽然说我个人并不推荐你去说它，但是呢，它在日常生活中频繁的被大家使用到，然后你一定要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装逼，我就不拆解了，就装就是 pretending， 逼就是装逼，其实就是指那些喜欢炫耀、喜欢装自己非常有钱、非常有权势的人。你这人太装逼了，他那人太装逼了。我觉得他就是在装逼耶，他根本没有这些钱。你看他又在那边装逼，每天在那边说自己家里有多少辆车，多少套房子，不用相信他哦。所以装逼就是故意装出一个非常高的姿态，给人留下一个很不真实的印象。有些人也会装逼成功，就是他装了，但是别人觉得哇，他真的是很有钱。所以这个词非常的实用。下面一个跟装逼又有关系了，就是土豪。土豪 means rich people， 就是那些有很多钱、花钱很大手大脚的人。在中国我们经常会说，哎呦他就是个土豪，他们家就突然暴富了，现在就变成土豪了。Next one， 傻瓜。傻瓜就是 dumb ass stupid， 所以就是说这个人真的很傻，你就是个傻瓜诶。傻瓜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词语，然后形容傻瓜又有很多很多的词来形容它，比如说二逼，或者呢你也可以说傻子、傻瓜、傻蛋、蠢人、蠢蛋，都是 stupid 的意思。Next one is 斗争到底。斗争到底就是你要一直往前努力，你要不停的 fight for everything for your life， 就是你要很坚持做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斗争到底。或者说你跟一个人在竞争一件事情、一个职位或者是一个奖项的话，你一定要斗争到底，打败这个人，赢得你要的东西。Next one is 吃饱了没事干。吃饱了没事干指的是无所事事。比如说一个人非常喜欢追星，他很喜欢一个明星，他可以就跑到一个另外的城市，在那边等那个明星等10个小时，然后朋友呢就会跟他说，
你这人真的是吃饱了没事干诶。In Shanghainese we say 吃得太空了 ，That means 你吃的太多，然后你真的是无所事事了，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了，你的人生已经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可以做了，只能做这些很无聊的事情，就是吃饱了没事干。经常在中国的一些文化里面，比如说跟父母之间的交流，父母他们就一定要去一个景点去打卡，去看那个景点，但是呢，这个景点也是要排很久的队，或者你要坐很久的飞机，然后这个景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看的，然后子女呢经常就会说，不要吃饱了没事干，那你还不如去看另外一个景点，那边又好看，然后也不用排这么久队，吃饱了没事干。 Next one is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或者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不见棺材不落泪指的是不到彻底失败的时候绝对不放弃。这件事情明明很难很难，你真的是可能没有办法达到，你投资一个项目投了2个亿甚至是5个亿，但是其实你看不到它的营收的上涨，你看到的只是它不停地在亏钱，然后你的合伙人就说，我们真的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到它彻底的不行，彻底这件事情肯定是不能被做到的时候才收手，才会停止，那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有一群人想要欺负你，然后想抢你的钱，然后呢你就死活不肯给他钱，那这个人就会说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把钱交出来。 Next one is 不管3721，指的是不顾一切，甚至是不问事情的来由，这个现在还是非常多人使用。我打个比方，不顾3721冲出去就是硬要帮他做这个事情。比如说你今天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投资项目，你知道它肯定在1年内不会赚钱，甚至3年内不会，但是呢你觉得它5年后或者10年后一个很大的利润，所以呢你就说，我不管3721了，我今天就必须要这样做，我必须要把这钱投下去，把这件项目给做起来，这就叫不管3721。或者比如你喜欢一个女生，这个女生可能真的就是对你没有兴趣，但是你真的很喜欢她，那你就会跟你朋友说，我已经不管3721了，我已经爱她爱到疯了，我现在要去她家敲门，我要去她家找她。这是不管3721，不顾任何后果去做一件事情。 Next one is 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其实这是一个比较老一辈的人会说的话，甚至是在那种书面上会经常见到。我感觉我自己在平时日常说话我不会用这个，但是你要知道一下，他的意思就是说对一件事情非常的追究，一定要知道它的理由和原因。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Niki，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。就比如说我们在看一本书，然后我们在讨论一个角色，或者说在说一个人的八卦，然后呢他就会一直要深挖这个人的内幕，或者说他要深挖这个角色，他就是死活不相信别人的话，他就一定要去网上搜索，或者他要去问很多人，或者去争辩，或者是不停的就盯着你问这件事情，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真实的来龙去脉。字面上寓意就是一个砂锅嘛，就是我把它给打破了，我也要把它给问清楚，我看到里面到底是什么。现在年轻的这一辈会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死磕到底。比如说你在吃一个瓜子，把外皮给磕掉才能吃到里面的肉，所以我们叫死磕到底。 Next one is 临时抱佛脚。其实临时抱佛脚在很多全世界语言里面都有这个俚语，那中文就是临时抱佛脚，那佛就是布达，那我们就是要抱住布达的脚，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1秒了，然后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做了，那我们就只能去求佛求地，然后去抱住佛的脚去把这件事情给搞定。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情愿去求佛和上帝的保佑，也不愿意自己去多多的努力，只有在最后1秒钟的时候，实在不行的时候才去做这件事情。其实比如说这个字我们会经常用在要考试之前，就是说你一整年学年都没有什么看书，然后你就在考试的前2个星期疯狂的看书，然后去考试，就是临时抱佛脚。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， last minute 你要上战场了，你就开始这个磨枪，把这个枪磨得很亮，也就是说你之前什么都没有做，现在要去战场了，你再去准备。
Next one is 3下5除2。3下5除2就是动作非常快，做事非常利索。我今天买了一大堆的水果，我朋友已经在路上了，他们要吃水果，他们快到了。我3下5除2，赶紧把这些水果全部都快速的洗了一下，然后就上桌。或者说我今天临时有个会议，我要去广州出差，然后我下午的飞机，现在是早上10点，我3下5除2，赶紧的把我的行李箱给整理了，然后我就可以去赶飞机了。Next one is 吃闭门羹。首先我们要先知道羹的意思啊，羹就是中国的汤的意思，它是比较浓稠的，特别是在我们粤菜里面有非常多的羹，所以首先吃羹就是喝汤的意思。那吃闭门羹，闭是关闭的意思，然后门就是门，闭门关门的意思，那其实就是吃了一个关门的汤。那也就是说别人拒绝了你，比如说你今天去问一个人借钱，或者是你找一个人帮忙，然后你回家了，你的老婆问你说，哎，你今天怎么样？你这钱借到了吗？然后你就说，哎呀，吃了闭门羹了今天。Next one is 病急乱投医。哇，这个也是非常深奥的。病急乱投医，病生病嘛，急就是很急促，乱就是很混乱啊，投医就是你去找医生，你去看病。其实字面上来看，就是你突然病了，然后呢，你很着急，想要赶紧去治好，你就会随便的去找医生，各种医生都去问。明明你是胃不好，但是你去问一个牙齿的医生，就是病急乱投医的词面的意思就是这样。但是其实它可以形容你做一件事情，你实在太急了，你想赶紧把它给修复好，那你问的人不对，其实就是形容说，如果有一丝的希望，你都会去寻求帮忙的意思。比如说你今天投资失败了，然后呢，你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洞，你需要把钱全部填回你的公司的账上，然后你去借一些非常高额的高利贷，你已经不管3七21，病急乱投医了，你知道吗？或者就是说你今天身体很不舒服，然后你真的想它赶紧好，那你就会去吃一些乱七八糟的，根本就是不适合你的药，那它也是病急乱投医的意思。或者比如说你被人甩了，在感情当中你出现了问题，然后呢你就做了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去挽回这段感情，那也是病急乱投医。This is all for today. Please just take a note, and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, please comment below. And if you like my video, give me a thumbs up and subscribe. Guys, I also have so much short videos. If you want to learn more Chinese, please check my channel and just follow me. See you next time. Bye.